四大美人当中，对我们的经济文化以及我们的审美，造成最大影响的就是杨贵妃。杨贵妃就是出家道人，应该说也是正式出家的出家道人，道号太真。大唐盛世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帝国的象征，但是真正出事的时候，他就成了一个替罪人了。四大美人当中，对我们的经济文化以及我们的审美，造成最大影响的就是杨贵妃，人人都喜欢她。为什么喜欢她？就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她的人生。我跟她取一个标题叫"流星人生"，也就是说她生命很短暂，从她公元735年17岁做寿王妃开始，一直到她最后马嵬坡的事变，差不多21年。她在皇宫这20年的时间，最后她死的时候说她是贼本尚在。杨国忠是他哥嘛，因为他哥已经杀了，如果不杀他，那些士兵都不愿意嘛，说他是贼本，那他其实是挺冤的。杨贵妃她是非常有智慧的，在她当贵妃期间，她没有主动性的去参与过政治，皇帝喜欢她，提拔她的家人，那是皇帝的事儿，她个人是没有，她也没有想过要去当皇后啊，或者是怎么样。她是因为一直都是专宠，应该说她跟皇帝在一起，唐玄宗在一起那10几年。专宠10几年，她都没有去进入皇后的这个称呼，我就觉得她非常有智慧。我们看看她就是作为美人，我们想为什么一个美人她美，她仅仅是容貌美吗？右边这个图片就是她，有一句话叫近日君王看不足，就这边图片别说君王看不足，连我们这些女的看她也是看不足，怎么看都看不够，确实好看。你看妃子笑这个荔枝，就因为杨贵妃文化方面的产业有很多，其实还是要感谢她的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，就讲的这个故事快马加鞭，就因为他，所以有个妃子笑，现在能够卖荔枝、卖妃子笑赚钱的，也要感谢他。他不光是漂亮，我们看他非常有才华，也有智慧。我们看怎么有才。这是《旧唐书》跟《新唐书》对杨贵妃的评价基本上差不多的，说她太真，资质丰艳，就咱们说她肥美，善歌舞，舞蹈跳得好，通音律，智算过人。就是很聪明，他不是那种人家说的红颜祸水、后宫争宠啊，没有，他不用争，他就是地狱。那比如他有才这方面的，我们那个唐朝的国乐霓裳羽衣曲，其实这个编舞就是杨贵妃编的，就把它跳起来也是跳红了，就说明他非常有才华。他不是那种光光的就长得漂亮，而且他有才华，那舞跳的确实好，舞姿曼妙的，身材也好。另一方面，他也非常有智慧。那个正史当中没有写，但是在唐朝有一个段成式写的《酉阳杂俎》这本书特别有趣，我经常喜欢读这本书，记录了很多趣事。这个写的就是讲杨贵妃怎么有智慧的。我们看一下，上夏日常与亲王齐，上指的是皇上，在夏天的时候跟亲王下棋，然后令贺怀志弹琵琶在旁边伴奏的，贵妃立于局前观之，杨贵妃抱个狗在旁边看着，你就可以想象，我们都有画面感，皇帝要下棋，旁边还有人弹琵琶伴奏，然后他喜欢的美人在旁边抱着狗观看。这上面说上庶子将输，再有几个子就快输了，这个时候情况危机啊，那皇上输了很难堪嘛，怎么办？很着急。这时候杨贵妃就把他的窝子，这个字念窝，窝就指的是狗，把他的狗放在那个棋盘旁边有个座位，他放在上面，纵容这个狗往棋盘上跳，那狗往那个棋盘上一跳，就把那个棋盘弄乱了，这个棋盘一乱不就结束了吗？就没有输了，皇帝就不能输了吗？皇帝就非常喜欢，你就可以想象他该有多智慧，是吧？他这个时候给人解难堪，他表面上是给皇帝解围了，事实上他是给那个亲王解围了。那如果他真的胜了皇上之后，那个亲王估计日子也不好过，对吧？就是你什么事你要好，但是你不能好过你的领导，特别是那个古代帝王，基本上就是作死之道。然后另外一个，他的美是在于什么呢？他不是那种天仙一样的，他很温柔，他也很平凡。她跟普通的邻家女孩，你的太太或者你的红颜知己是一样的，她会吃醋，会使小性，她也会示弱，会讲话，就很乖。我们看一下她怎么乖的，我们看历史上写她怎么乖。她跟吵架了，那个7月，贵妃她犯错误了，送归杨仙宅，杨仙是她哥，送到娘家去了。比至廷午，到中午，你刚一吵架一送回去了之后，上思之不食，皇上就想她了，吃不下饭。高力士探知上旨，高力士当然很明白皇上的心思了，给贵妃送百余车，拉着过去了。皇上又把饭分给他，也送过去了。这皇上也不高兴，动不动就打身边的人，因为贵妃不在了嘛。高力士就赶紧跪在地上请求贵妃回来吧，然后半夜就把贵妃接回来了。接回来之后，这才是要紧的。贵妃马上伏地谢罪，上
欢然复位，就是他马上跪在地上谢罪，说他自己错了，然后皇上就很高兴。接下来你看，亦是韩国进士，韩国夫人虢国夫人，就她2个姐姐，上作乐终日，左右抱有赐予，经常大量的赐给他们东西。自是宠玉玉龙，韩郭秦3夫人，每年要给很多脂粉钱，就是她几个姐姐也都受宠，都封为夫人。当然我们讲到这个虢国夫人是长得是最美的，最有竞争力的，也是跟皇帝特别好。这个虢国夫人漂亮到什么地步？有一首诗，大致是这样写的：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民骑马入宫门，却嫌脂粉无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孙。他觉得这个化妆之后还影响到自己的颜色了，就素颜去了，骑着马那个样子。我们后面有一个虢国夫人骑马的图，看一下，这是虢国夫人出游的图。当然这个原图找不着了，现在这是宋朝的时候，据传是宋徽宗画的，现在在辽宁博物馆。我觉得可能是真的，因为宋徽宗那个时候被抓起来之后流落到金国去，有可能带过去了，这个是靠谱的，我考证了一下，确实是真的。但是哪一个是虢国夫人不好说，有说这个是，有说这个是，有说中间这个穿男装的是，这就不好说了。我们主要是讲杨贵妃，不是讲虢国夫人的。我们再看看，到天宝9年的时候，贵妃复误职，送归外地，送到外宅去了，又一次得罪皇上了。这个时候有个叫吉温的人从中跟他们俩来说和，跟皇上说，女人也没啥文化，你怎么能跟他计较呢？你要是不想要他了，你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让他在外面受辱啊？他在外面受辱，你面子也不好看啊，跟皇上去说嘛。这是把皇帝的心先说定啊。然后呢，杨贵妃就乖。你看，我们就说为什么她乖，她自己会表达，就是犯错没有关系。我觉得好像2口子不生气也很难啊。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智慧。你看她怎么处理，她犯了错之后，她自己会认错。她说：“妾无圣言，罪当万死。我这个人身上穿的戴的都是皇帝赐的，都没有自己的东西，无可遗留。然发肤是父母所有，这是我的头发是父母给的，那我现在就把头发剪一些给你。那古代头发可以代表生命啊，你像曹操剪头发就相当于斩头了。那这个杨贵妃她也一样，把头发剪下来也代表自己就是认错了嘛。来引刀剪发，弄了一缕头发给送过去了。然后玄宗一见这个头发很吃惊，很心疼，立即让高力士把他接回来。所以我就觉得他识小性也很可爱，就特别美。这个妃子笑在这边才出现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刚才我前面已经说了，这是杜牧写的。杜牧是一个很好玩的人。唐朝的故事我们说不清有多少，那个《唐才子传》当中，就是你发现唐朝的人都特别豁达，整个一个朝代光明的时候，人心都是光明的，什么都敢表达。我们上一次说李白的时候，李白写的诗：傲然携妓入风尘。傲然携妓，写一个妓女，好像她得傲然逛大街的那种，是吧？你都可以想象那些。然后你看杜牧这么有才，也是很多情，跟一个妓女谈恋爱，爱得死去活来，然后是自己要走了，跟那个妓女说，回头我来娶你，咱俩约定终生。那妓女说好。唐朝那个时候也很奇怪，约定终生不像现在买个戒指，买个啥定情物，那个时候得敲掉一颗牙，就送一颗牙。杜牧就把自己的牙去拔掉一颗，送给那个妓女作为定情物走了。过了一阵他就回来了，再找他，这个妓女不认识他，忘了。杜牧这个才子啊，他就很生气嘛，他说你怎么能不认识我了呢？就觉得很受伤嘛，说你怎么这么无情呢？我这么多情的人你这么无情，特别伤心又特别生气。然后气不过就要求人家还他的牙齿，你再把那个定情物还给我。那个妓女说行啊，那你过来拿吧。然后这个妓女就拉开一个抽屉，让他自己找，他自己到抽屉里看，里头有半抽屉牙齿，不知道哪个是他的。所以我看到这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好玩。唐朝怎么那么可爱的朝代？所以我们有时候回忆大唐盛世啊，还是有道理的。一个朝代每个人都很随性，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一个很随性的朝代，他怎么能不强大呢？是吧？我觉得如果思想像小脚女人，思想被裹了，嘴巴也被堵了，那才可怕呢。刚才说了他的才，他的智，他的乖，他的烦，那我们再说他的美。今天我们就是人4大美人，我最后说她的美，因为她确实美，美是一切，然后再说她的香，这是我们所说的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。那这是讲他们的4大美人，其中的闭月羞花，羞花指的就是杨贵妃。史书里头写资治天庭，一冲叶庭，就说她好。她是怎么回事？她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，因为唐玄宗的老婆死了，精神上没有什么依靠了嘛，就看上她了。
把他给弄过去。但是因为是儿媳妇嘛，也不好弄，怎么办呢？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让他出家当女道士。出家之后就相当于重生了嘛，你之前的故事就割断了嘛，就跟以前不一样，他们俩就可以再成为夫妻了。要不然公公跟媳妇儿就不好，就有点武则天一样，去了寺庙走了一圈就重生了，就可以再跟儿子，他俩是属于倒过来的啊。武则天她是唐太宗的身边的侍女了，后来给了他儿子，是他儿子的妃子，就是这么，所以就是这么开放啊。他为什么这么美？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文献，他的皮肤一直都很好，因为在他最年轻的几年，他当道士当了6年，6年他一直是淡妆，而且他非常注重肌肤保养。我就去研究他怎么保养的，他洗澡用的是什么？我们做沐浴露的时候，我研究古代所有美人怎么洗澡。我们做面霜的时候，所有美人的面霜是怎么制造的？他用什么配方？我就去研究古代美人为什么那么美。我们要去看他们的本草。他用的比如牡丹皮、桑叶等等。我们的这个沐浴露本来是今天可以上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沐浴露当中有一味本草，它的英文名变了，这不是我们变的，这是国家统一变动，从1月份变的。按说我们现在已经备案完了，可以生产，但是后续还得重新，所以我说那就算了，那就等它变更完了嘛，就重新备案。我们又做了这遍流程，所以我们的沐浴露就没有上。本来春节前可以上的，本来护手霜这些都可以上，统一的就等着年后吧。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跟杨贵妃有关系？我研究它的面霜叫太真红玉清，用的有丹皮、杏仁、滑石粉，它没有用市面上统一用的汞跟铅，因为汞跟铅是美白的，大家都是知道，他没有用过，因为他当时不需要。你像他姐姐也不用。刚才我讲到有国夫人，她就觉得雀藓脂粉无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，她不用这些汞啊、铅啊，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化学金石一类的东西，她不用了。还有一个香，我研究它的香也是很久了，因为我们要做香水嘛，包括我们的香皂有香，我们有专门的调香师，但是我研究古香，我把古香配方拿出来，调香师进行配调，这样呢，我们的香当中就会古典美。几个好朋友那天在聊天说，我们买的香水都没有中国的，都是国际大牌，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自己的香水呢？那么著名的香水呢，我们都喜欢拷贝别人的。其实很多调香师特别会调香，做的特别好，但是呢，都是喜欢用个大牌子仿人家做的一模一样，也用人家的名字做假的。其实你的水平远远达到了可以做自己的香，自己起一个名字就可以卖了。你做那么好，为什么一定要那个？就是省事儿嘛。不想做一个品牌，做一个品牌太累了，索性就用别人的。你比如在什么东网站上，道法新贤的这种盗牌店特别多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他们夸的那个特别好。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夸张性宣传，我们的洗发水、护发素有什么功效，从来没有过。但是为什么社会总有一种误解，认为我们可以迅速的干啥，迅速的干啥？没有，都是那些盗版店铺说了，他们有那个功能。那你既然这么有本事，你就自己取个名字卖呗。真的，我不觉得所有的产品都是吹的。我认为有一些人是可以做的，你可以做一个品牌，就因为做品牌太难了，很不容易。好，那再回到杨贵妃的香囊。杨贵妃的香囊是什么样的？它是个圆的，它荡秋千，它要做，它怎么走，它无论怎么样，它那个香囊都是朝上的，因为它那个香水都是点燃的，在它那个大袖子里头，那个香是出了名的，那是谁闻着都好的，特别好。史书记载呢，杨贵妃死了以后，把她埋了之后，后来玄宗不是要给她迁墓嘛？就派人去把他的墓给他挖开了，他那个肌肤都已经不行了，但是他那个香囊还好好的，还奇香，一直都在，所以这个很神奇。但后来他的工作人员就把这个香囊带回了宫廷，唐玄宗闻到了那个香味，又想起他来，然后找人画了一幅他的像，每天看着对此如何不泪垂，就是一直哭。道化心贤，好事百年。关注道藏研究微信公众号、视频号，预约玄门闲话直播。听杨子博士分享道藏阅读笔记，神仙般欢乐。